你要在这个你没有这个引擎资料夹，你先打开这个，然后按 Setting 这边有个 Show Engine 跟 Plugin 这两个都要打开。打开之后呢，你才能在这个里面去找一些你要用的东西。哦，这也是我们在 Engine 的 Plugin 的 Bridge BRIDG 这个 content 里面。那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，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小的资料夹，就是一些材质球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没有这个东西，你就是在我的这个我已经帮你抓下来，就是这个东西抓到你的 content 里面，content 资料夹，然后在这里，这样子就能使用了哦。所以是这个啦，这个跟 Blender 材质啊。那这个使用方法就是说你在这个上面按一下右键选 Graphic Material Instant 嘛，对不对？这边点两下，它这边就可以设定，就出来就是设定，就是说你可以改它的一些比较重要参数，比如像 PBR 的材质跟那个什么贴图，贴图都可以改。然后我们今天会用到，就是除了这个之外的话，还有一个就是 Blend 的材质嘛，对不对？Blend 材质你就也是一样，右键 Create Material Instant 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点两下，然后它这边就是说它可以，第一个它可以去做一些就是调整，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它可以做就是3种的那种顶点绘制的贴图，都可以去做调整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它可以增加就是那个像地面积水的涂层都可以去使用这样子，那就是会在顶点绘制上面哈。所以到这个视窗之后呢，我们就先新增一个 label，那我们就选那个最右边的最黑的那个空的物件哦，就先这个什么不要出的，好，这样是全黑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导入刚刚的那个，我们先导入一下 model，然后这样进来之后 import 进来，到这边你其实就是不要 import 材质就可以了，就是这个不要够就好了。然后它有个 nine 的那个选项也可以不用勾了，不然就是绘制比较麻烦。就是你这边搜寻 nine NA 就好，这个也不用了，不然的话它整个就是会变成 nine 的形式，然后就进来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是因为它没有材质，所以你会进来的时候没有材质，只是一个就是那个物件而已哦。所以你就是先丢进来之后，然后把它这边按一下这个归零，然后旋转看一下，那就是一个这样的形体嘛。它其实就是一个仓库门跟那个一个砖墙这样子，很简单。那我们就是这样子，先另存个新档，然后这边命名成一个 maps，然后这个一样就是命名一下 node，好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然后这边在存档嘛，到这边没问题。哪个资料夹吗？哪个不用勾？就是我再用一次好了，因为我们进来不需要材质，我们就有材质啦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抓材质进来绘制嘛，对，所以它进来的时候不需要材质，所以它有一个 import material 就不用勾，这个选项就不用勾，然后奶奶也不用勾，然后这个我找不到，所以我只是在上面打 NA 这样子，这个 build 奶奶就不用勾。然后 collision 可以勾啦，就是你进来之后，你可以 play 看看，然后现在是看不到啦，对。然后你开一下，你开一下 wireframe 啊，你看一下啊，然后把镜头调慢一点。
你看，就是它的格点比较密啊，格点比较密，才能在上面绘制比较多的顶点绘制啊。所以这个我们目前准备这个场景比较特殊，就在这里。哦，那其实我们就是比较专注在可能就是这几面墙的绘制，然后其实剩下这些大概比较特别，就是讲一下那个就是水坑而已啦，哈，就是差别在这边。哦，那你如果不是这么多的顶点，就没办法做顶点绘制，所以顾名思义就是顶点绘制哦。就其实你只是在上面画一个区域而已。好，然后在这边的话，就是我们通常就是先加一个那个灯光，因为现在你看不到，你在 Light 模式看不到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要先加一个灯光是点光源，然后回到 Light 模式。嗯，你可以尽量让它在中间啦，就是稍微这样。然后色温的话，就是调整一下，这样子小一点。然后复制可能复制两个，复制再复制一个吧。没关系，就是这个等一下可以调整。两个让你是看清楚这个场景啊，可是看起来就是右边比较亮嘛，所以就可能过来一点。这就比较粗浅啦，就是你尽量是看一下它怎么样发光了哦。然后它会有一个叫做这个就影响不到，没关系。好，到这边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就是你就是把这个细节加一下。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这个这个窗户。那你在 Fab 上面就是找这个 Old Warden，然后这边就有一些窗户嘛。然后我是用选第一个，那你可以用这种砖墙窗户也可以，都可以试试看。然后这个是有个门啦，那它会有些物件你是可以使用的，那就是等一下可以自由的加。然后但是我这边已经有一个帮你们下载好了，那就是这边就是弄到定位，那它看起来是要拉出来嘛，对不对？你这边建议是说让你先把它调整好，然后再复制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就是格点跟这个放大缩小不要开，这样就应该好一点。然后再复制，按住 Shift 的去复制，按住 Auto 复制。然后你在复制的时候按住 Shift，镜头会跟着动啊。OK，这样子。那你看一下它的前后接缝啊，大概就是看一下接的有没有问题啊。你要出来一点或者是进去一点都可以。好，这样可以啊，就是拉东西进去。然后这边一样，就是窗户的部分呢、你就是新建一个那个就是 plan 就好了。
然后也是一样调整大小。可以稍微拉近看一下它的哦，差不多这样子啊。好，然后就是新建一个材质，然后你可以直接改这个颜色，或者是你就是新增一些参数，然后把它弄成是 parameter。Play， 然后呢，就是把材质丢到这上面，啊，它就会发光了嘛，就是自发光嘛。所以你调整那个材质的这边的 parameter 的大小之后，你可以让它是要发光程度大还是小这样子，你就视场景而定啦。就是如果你不希望窗户那么亮的话，就是小一点，然后复制一下。好，到这边有问题。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它的那个自发光材质哦，可能会你看会有点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变成说你要牺牲游戏的那个运转的 FPS 去牺牲它，所以通常我们这还是会再补光一下，加一个 rig light。然后把它长宽调整一下。好，然后再复制。然后记得是要弄成 movable 了，不然它会出现叉叉。啊，这边就存档，你大概看一下，然后看一下这个影子啊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往上调整一下。不然就是调出来，哦，这样好一点。就是不要让它那个影子很怪啊。如果你看我刚才是这样子嘛，这样影子很怪。好，到这边就好一点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也是 movable， 然后存档一下。好，到这边你们操作一下啊。增加一个 pose 哦，控制曝光哦。那这边就是这边有个步骤，然后你就是增加这个，好，这个 pose 拉进来之后，它是一个方块嘛。然后首先你要这边摄取 on bound， 然后勾选全局，不然是不会影响啊。然后它的那个曝光值呢，你就设定不要让它自动曝光，你是设成手动曝光就好了。然后看一下值是什么，设到14，好。好，这样子是不是就比较优秀？那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，你看哦，它就会变成说，你到了暗处之后呢，它会自动
自动帮你补光，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啊。那你如果是这个的话，它就是完全是很暗的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。那你如果是你要现在要把材质绘制好的话，要看清楚，就打亮点就好。好，这样子哦。好，然后下一步就是发光材质有了。然后这边我们需要在那个车库门上面弄一个灯嘛，那你就可以 Fab 上面抓，或者增加灯管跟发光材质这样子。啊，所以就是在这个车库门上面增加一个灯，那你就是放大一点，然后增加一个灯管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刚才是不是也有做一个那个发光材质？那你就是在右键 create 一个 instant 哦，再拉进来。这个你就可以调整一下。然后你可以试着把它的这个 instant 材质的参数去调整一下。然后这边有漏线嘛，就把它拉回来一点。哦，但是你看啊，一样会有那个叫什么，就是光斑的问题嘛，所以你一样就是补一下那个 rig light。然后这边可以调大小。然后到这边有没有问题，就再调整一下。然后我们再给你们5分钟这样子。然后你看一下它这个被它是有个叫做那个什么，这个长度跟这个 angle 啦，那你可以就这个调整，然后去依照模型去调整。然后它有一个，哦，没有就这样。那再比较不要亮点啊，暗一点啊。啊，这样有没有感觉比较有 feel 了啊？哦，这样看一下，然后你可以用第三，用这边玩一下，因为它应该是进来是有阻抗的，那就稍微玩一下看一下。看它有那个影子啊，有没有？但是你看影子有没有很怪啦？就是可能最后还是这边还是要调这两个点状光还是要调暗的，不然就是不要让它有阴影。好，这样子再给你们操作一下。好，加材质就是用这几个啦，就是 rough break wall 跟你就是 quest 上面找这个 damage 啊这些，然后你看一下我找 fab 上面，当然我找是会有一个技巧哦，就是你就是先打 quest， 然后 damage， 然后你就是这边选 free。
然后通常就是你不要 deco 啦，就是我目前是基本材质啦，可能就是这一个 damage 这样子，然后去 edit。这个就比较损坏度比较高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大概 download 一下这样子。那其实速度不快啦，你有时候你看一下比较好的物件，你可以自己下载一下，然后它进来下载就会进来。那你就是先中等材质、中等的品质就可以了。然后3D 这边也可以，这个要钱，不然就是选这个 UEFN 啊，这个就不用钱。就下载一些这种。就是有那种破破烂烂的这种可以啊。然后 damage 刚 grade 嘛 break 嘛，然后你可以单纯设定 material，然后它就会帮你去筛选哦。那我是有帮你们先下，那你们可以用这种很破坏性的，会比较感觉比较有东西，这种也可以啊。好，那这样子就应该就 OK 了，就是这边都有。然后你这边筛选的时候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那个你可以筛选 material， 然后 material instant 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选第一个资料夹，那你这样可以很方便筛选，就直接有材质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材质可以第一个你可以就是把它直接丢到这上面，有没有这样子？这一个材质，但是这个是不错，但是我们要顶点绘制，对不对？所以通常我们就是还是会把这个材质再去套到那个，就是我们刚刚有个 NS preset 的这个资料夹，材质球上面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材质球上面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基本的先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先把 brain 的材质拉进来这个地方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材质球，你可以拉到你的材质球里面，就是你先右键create material instant 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就是比如说你就命名一下是 brick。好，再点2下。好，这个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去做，这不是这个，sorry，等一下。哦，sorry 是这个啦，这个在这个嘛，对不对？然后 material 这个，然后你现在一样就是右键 make create material instant 嘛，然后命名一下。然后这个东西你可以丢到，就是移动到你自己的资料夹里面。移动到比如说 content 下面，然后 move， 这样你就比较容易找了。然后在这边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点2下，这边就是说你可以调整各种嘛。那然后你这边可以就是做一个基本的贴图，然后你稍微注意一下，就是它的逻辑，就是它有一个就是底层的贴图，然后有一个中层贴图，然后有一个顶层的贴图，然后这边就是英文有写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，我们先把那个砖墙的材质贴上去，然后这个是做
brick， 这个可以啊。或者是你就是找比较浅的，这个好。然后你一样就是这边都打勾，然后把这个贴图拉进去。那这个逻辑就是说，你看一下这个逻辑哦，它会第一个会有那个就是一般颜色的贴图嘛，是这一个，然后就是 B 的贴图，那 N 的贴图就是 normal 贴图，然后 ARD 的贴图就是黄色的跟 AO 这样子，好，就是这样去调整，然后你再把这个材质球拉进来，啊，就没有变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这边呢，你可以设定一下那个就是贴图的大小，比如说你设到5，有没有？那它这个是就是它已经帮你写好了，然后你可以就是调整它的这个左右大小，然后这边是旋转的那个程度，可能0.25吧，好这样，好，然后这边可以放大缩小一下。啊，这样差不多了吧，对不对？还是这个要宽一点。那先这样，它可以去调整哦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再去增加一些图层，就是比如说像这什么啊，比如说像这个是水泥的嘛，然后我们想要再加一个其他砖块的图层。假设这个嘛，然后我们把它贴在中间图层好了。然后另外一个图层是贴在那个找一个，我们刚刚不是当漏一个很神奇的。顶层你也可以用水泥块这样去补。好，用这个好了，这个是我用过。那你现在目前是没有显现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是要做顶点绘制。好，这样先存档。然后这边切换一下顶点 Match Paint 哦，看一下，然后先选它这个物件，然后去绘制，有没有？这样直接绘出来。然后这边可以调一下大小哦。然后你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逻辑就是 Top Layer 嘛 ，Top Layer 对不对？然后你看我这边可以去设定大小。这样就会比较密一点。好，所以这边大小可以设定嘛，然后它这个有一个 RGB， 对不对？你试试看，只有 R 的会怎样？然后只有 G 的话会怎样？然后只有 B 的话会怎样 ？B 就没事。然后就是你勾勾的话，就是它就变成是这个顶的图层，然后，所以我们绘制逻辑就是它会第一个先绘制，你这边要调成黑色啦，绘制先调成这样子颜色，
那你如果是按住 Shift 的话它是变橡皮擦的功能。好，所以这样子就绘制一下，绘制，然后勾 C， 然后只勾 R。刚才是怎样？然后只勾7。那这个好像太大嘛，所以你就是再回到中间这边调一下。好，然后这样子就好了，就是大概先绘制这样，然后一样逻辑就是套到这3面墙上面，对吧？然后一样顶点绘制。然后这边也可以就是调那个就是一些强度啊，或者是你这边直接调那个颜色也可以。这调绿色就是你就会到中间层了，绿色或蓝色吧。哦，没有，蓝色是这个，那红色是这样，这个比较直觉啊。然后 Shift 的就是擦掉，就是变成顶层颜色。然后一样选这个，哦，就快速绘制一下而已啊。好，然后一样就是回来这个材质，你可以调整一下。让它接近一点。然后这个它有一个 Normal Stranger， 你可以调一下，就是让它对比强一点，可能好一点呢。好，就这样，然后你就是可以 play 玩一下，你看一下尺度有没有对啊？好像可能要再宽一点吧，是不是？你就是可能在这个材质再调整一下。然后大概这样的流程，3嘛，好，这样好。好，然后这个你如果这个上面打开的话，就是它可以帮你去做比较进阶调整，就是这2个都打勾的话，它可以帮你去做颜色调整嘛。
比如说你可以让它刷白或刷黑这样子。哦，就是它可以有些进阶调整，或者是 reference，就是那个什么，就是粗糙度啦。那你可以参照我的那个 reference 啊，对不对？它有些是雨天的嘛，对不对？它有雨天这种啊，就是你反光还蛮强的，就是它有些可能有些漆面吧，就是看一下怎么调整。然后所以这边那有点湿湿的感觉，就是像雨天一样。然后让它尽量颜色过渡比较没那么奇怪，然后大概是这样了。然后再 play 看看。好啦，那就是在时间再还给你们了。好，然后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把车门材质加进去，这个就蛮简单的。然后你们如果是要旋转的话，看一下，garbage，进来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旋转我看一下，它这个就应该是没办法直接旋转嘛。那但是你看这个可不可以用啊？如果可以用，就是可以用。那如果不能旋转的话，就是你就是直接把选这个物体，哦，这个我也宕机的啊，没关系，这样子，你就选这个物体把它旋转90度也可以，就是湿度薄一点哦。好，然后剩下把那个材质球丢一丢。然后这样子，然后大概这样啊。然后你如果是要绘制水坑的话，就是一样是用刚刚那个材质球。这个它就可以调整那个旋转程度嘛。
好，就这样。然后中间图层它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水嘛，那我们就是把它的路再换一下顶部图层，换成这个。我去做顶点位置，这个是中间的。好，然后你记得那个就是它的这个材质球要开那个就是水坑，在这最上面。然后它水坑在最下面有可以就是调整的那个选项，比如说 reference 啊什么的。然后绘制一下，它应该是蓝色的吧？还绿色？好像是红色涂层。好，那因为我是把那个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加上去的，所以我们通常就是中间这个涂层就不需要，或者是直接加这个。就是材质就很多，然后这个就变成说有点反射了，那你就反射这边可以调一下。然后它这个也可以调颜色啊，然后就大概调整一下这样。你先把它调显眼一点哦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啊，到这边可以了啊。那就是再讲一下那个，我们这边刚刚是不是有下载一些那个什么那个 CT Mesh 吗？看一下，像这种东西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会再用一些人行道这些元素进去嘛。哦，这个你就自己用。然后呢，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贴花，好贴花，你在 Quiz 上面就是可以搜寻贴花啊，比如说，去贴花这边我下载一些嘛，然后它这个下载之后呢，你就直接拉进来，它就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喷漆喷上去的，然后你可以下载之后，你可以，它就直接拉进去了。
啊，就这样大概用一下。然后你们在那个 Fab 上面也可以下载一下那个看，直接搜寻 Quest。也有一些免费的，那你就进去 Quest，然后再搜寻 在这边搜寻 Deco，然后这边也有很多，然后这也可以用了，然后剩下你就是用这个，然后这边要讲一下，你看啊、就是它会有个透明度嘛，对不对？你这边搜寻 SORT，然后你可以调一下透明度，比如说你的那个 deco 都凑在一起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假设第几个？这个嘛，对不对？我想要让它比较多一点，那就把这个调成2。它的数量，它的这个欧的数比较大的话，它会在上面；它如果比较小的话，就在下面。那你看4，有没有？0的话是变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差别在这边。好，所以它可以去做一个重叠的部分哦，然后再放大缩小。哦，你看它这个就是它图示是这样子啊，就是它有个范围。然后你要注意到它那个范围，你如果是这样垂直，它会卡到这边哦。这样啊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Forage 模式，就是这边开启 Forage 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刚才是不是有下载一些小石头？你看一下有没有小石头？嗯，要像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小石头你就可以去用刷的把这个刷上去，然后这边丢进来。这个小石头。那你这边可以设定一下，这边可以 scale 设定一下0.8到1.2、1.5。然后去刷一下。那我这边你可以再去，除了这个之外，你可以再下一些。我这边有一些范例是那个这个就是那个道路的那个碎块啊，that's clear。ASTHALT。哦，类似这样的啊，这个还不错。然后这些啦，这些如果你是不要的话，因为你看啊，我现在刷的时候，它会变成一个就是 Instant Forage Edit 嘛，Actor 嘛。那你如果是不要的话，你就是回到 Forage Mode 之后呢，你可以把它去做一个 Erase， 然后就可以把它删掉了。好，然后一样就是刚刚这边插进来，然后你现在看一下什么是要，什么不要，你看一下啊，按住 Shift 把它关掉，然后你再刷一次。
哎、哦，这个按这个，然后这个记得也要设一下，然后就可以看到有小碎块出来嘛。好了，就是大概这样子。然后你们看一下，你看我现在 play 看看，就是场景细节会增加了，然后就是大概随意弄。然后最后你好了之后，就是把那个灯改暗。对吧？这样比较感觉比较好，这样就是刚才先调亮啦，那你场景细节会比较清楚。那暗的话，就是其实很多地方会遮丑遮掉，大概这样子。然后你们就好了，就截图一下，就这样。啊，如果那个材质不行，就是你要我在想办法解决，因为它是那个 plugin 的问题哦。看一下作业区哦。